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关于一位来自大陆的姑娘小文嫁到台湾后的所见所闻。这个故事让我感触特别深，也让我对两岸的差异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小文是江苏姑娘，今年28岁，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，性格开朗，长得漂亮大方，工作能力也很强。去年通过我们的红娘服务认识了台湾的阿伟。阿伟是台中人，在科技公司担任主管，家境不错，为人老实本分。两个人一见钟情，处了半年就决定结婚。丽姐，我真的好紧张啊！在去台湾前，小文跟我视频连线时说道，虽然跟阿伟相处得很好，但是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生活，我还是有点担心。我安慰她说，傻姑娘不用担心，台湾的风土人情跟大陆有不少共同之处，但也有很多特别之处。以你的性格一定能很快适应的。果然，小文嫁过去没多久就惊喜连连。第一个让她震惊的是台湾社会的人情味。刚到台湾时，阿伟带她去住家附近的早餐店吃招牌套餐。店家阿姨听说她是新嫁过来的大陆媳妇，立刻热情地多送了一份葱抓饼，还特意煎得酥脆。哎，妹妹，初来乍到一定要多吃一点，看你这么瘦，要多补充营养哦。阿姨笑呵呵地说着一口温暖的台湾腔，这让小文非常感动。在大城市生活惯了的她，已经很久没感受过这种亲切的人情味了。更让小文惊讶的是，附近的邻居知道她是新搬来的，纷纷热情地登门拜访。有送水果的，有送自家种的蔬菜的，还有送手工点心的。邻居阿姨们还经常邀请她去家里吃饭，叫她煮台湾菜。天啊，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小文感叹道，我原本以为台湾人会对大陆媳妇有偏见，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友善。在上海住了好几年，邻居之间连打招呼都很少，更别说串门做客了。让小文印象最深的是，有一次她感冒发烧，阿伟正好出差。隔壁王阿姨知道后，二话不说就带着她去诊所看医生，还特意煮了一锅补身体的药膳给她。妹妹啊，我们这里就是这样，街坊邻居就是要互相照顾。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来找阿姨。王阿姨拍着她的手说。这句朴实的话让小文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住在台湾一段时间后，小文发现这里的生活节奏比大陆慢得多。人们不会像大城市那样匆匆忙忙，反而很享受生活的每一刻。早上去菜市场，摊贩们都很有耐心地跟客人聊天说笑。下班后的巷子里，总能看到邻居们坐在门口乘凉闲聊。周末的时候，很多人会相约去泡温泉或者去夜市逛逛。这样的生活方式让小文慢慢放松下来，不再像在上海时那样紧绷着。她开始学着享受慢生活，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温暖。除了人情味浓厚，台湾的生活细节也让小文感受到满满的温暖。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后，她发现这里的服务业特别贴心。不管是去便利商店、银行还是医院，服务人员都非常有礼貌，说话轻声细语的，让人感觉特别舒服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请问需要帮忙吗？谢谢您的惠顾，欢迎再度光临。这些充满人情味的招呼声让小文觉得特别亲切。他回忆起在大陆时，有些服务人员的态度冷冰冰的，甚至还会不耐烦。有一次，小文去医院看感冒，挂号时，护士细心地询问他的症状，还主动帮他选择最适合的科别。看完医生后，护士还特意叮嘱他，妹妹，记得按时吃药，多喝温开水。如果症状没有改善，要记得再来看医生哦。真的太温暖了。小文感慨道，在大陆的大医院，医护人员常常忙得连头都不抬，哪有时间跟病人这么细心的解释。另一个让小文惊讶的是台湾的公共秩序。在台北搭捷运时，他发现几乎所有人都会自觉地靠右站立，让出左边的空间给赶时间的人通过。车厢里还设有博爱座，专门给老弱妇孺坐，而且大家都很自觉地遵守这个规矩。最神奇的是，捷运站的手扶梯几乎没有损坏的。小文说，在大陆，手扶梯经常会坏，但是在这里，设备维护得特别好，而且大家都很爱惜公物，垃圾分类也是让小文佩服的一点。
台湾的垃圾分类制度已经实行多年，居民们都养成了良好的习惯。每天固定时间，垃圾车会放着音乐来收垃圾，居民就会提着分类好的垃圾下楼。刚开始我还觉得麻烦，后来发现这样其实挺好的。小文说，不但环保，而且让整个社区都很干净整洁。现在我也养成了这个习惯，感觉很有意义。在台湾，小文还发现这里的人特别注重环保。很多人习惯自带环保餐具和购物袋，超市和便利商店都会鼓励顾客自备购物袋。就连路边摊贩也会主动询问客人是否需要塑料袋。有一次我忘记带购物袋，老板娘还笑着说下次要记得带哦，要爱护地球。小文说，这种环保意识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了。让小文特别感动的是台湾人对待动物的态度。街上经常能看到流浪猫狗身上贴着已结扎的标签，这是政府和民间团体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很多社区还会定期举办宠物义诊活动，帮助照顾流浪动物。我家附近就有个阿姨每天定时定点来喂流浪猫。小文说，她还会带生病的猫去看医生，甚至自掏腰包帮它们结扎。这种无私的爱心真的很让人感动。在台湾的便利商店，小文也发现了很多暖心的细节。店员会主动帮客人加热便当，问清楚要加热几分钟。买咖啡时还会细心询问是否需要加糖包。这些小细节让人感受到满满的温暖。说到吃这方面，台湾的饮食文化也让小文大开眼界。虽然台湾的餐厅价格比大陆便宜不少，但是品质和服务却一点都不马虎。从路边摊到高级餐厅，老板们都很讲究食材的新鲜度和卫生程度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台湾的早餐店了。小文兴奋地说，豆浆、蛋饼、面线糊、葱抓饼，每样都好吃。最重要的是，老板娘总是笑呵呵的，还会记得客人的口味偏好。有一次，小文特别想吃家乡的阳春面，就在网上找到一家江浙餐厅。当他走进店里时，老板娘一听他的口音就热情地说，妹妹是老乡啊，今天刚好有特制的酱油面，我给你加个卤蛋，保证让你吃了想家。这种暖心的服务让小文特别感动。在台湾，餐饮业不仅仅是一门生意，更多的是一种人情味的传递。老板们都很用心的经营，希望能让客人吃得开心，吃得健康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台湾的夜市文化也超有意思。小文说，不只是吃小吃，还能玩射气球、套圈圈这些传统游戏。最特别的是，摊贩们从来不会强迫你消费，让人逛得特别自在。在台湾生活久了，小文也渐渐发现这里的人特别注重生活品质。虽然工资可能不如大陆高，但是大家都很懂得享受生活。周末的时候，很多人会约3、5好友去泡茶，或者带着全家去郊游踏青。我婆婆每个周末都会约姐妹们来家里喝下午茶。小文说，他们会一边品茶，一边聊聊近况，聊聊子女，气氛特别温馨。这种生活态度真的很值得学习。台湾人对待工作也有独特的态度，虽然也很努力，但是不会像大陆那样拼命加班。下班后，大家会花时间陪伴家人，发展兴趣爱好。这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让小文羡慕不已。记得刚来的时候，我还保持着在大陆的工作习惯，常常加班到很晚。小文笑着说，后来发现同事们都准时下班，而且工作效率一点都不低。渐渐的，我也学会了更好的安排时间。在台湾，小文还感受到了浓厚的人文气息。街道上随处可见的古迹和庙宇，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。图书馆和艺文空间里总是人来人往，大家都很热衷参与各种文化活动。我最喜欢去诚品书店，小文说，那里不仅可以看书，还经常举办讲座和展览。最棒的是，店员们都很专业，会很耐心地帮你找书，推荐好书。让小文特别感动的是台湾人对待传统节日的态度。春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等传统节日，大家都会认真准备，一家人团圆吃饭，互送礼物。这种传统文化的传承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人情味。我第一次在台湾过年的时候，婆婆特意教我包水饺，还让我学习贴春联。小文回忆到，邻居阿姨们也会互相串门，送年糕、橘子，那种过年的氛围特别温馨。在台湾待久了，
小文发现这里的教育理念也很特别。他的小姑子有个上小学的孩子，学校不会给孩子太大的课业压力，而是更注重培养兴趣和思维能力。我侄子的学校每个月都会组织户外教学。小文说，带孩子们去参观博物馆、农场，让他们在玩乐中学习。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真的很值得大陆借鉴。让小文印象深刻的是，台湾的老师特别注重与家长的沟通，每个月都会召开亲师座谈会，详细说明孩子在校的表现。如果孩子有什么问题，老师也会及时跟家长沟通，共同想办法解决。有一次，我侄子在学校跟同学发生冲突，老师不是简单的批评处罚，而是耐心地找双方了解情况，教他们如何处理矛盾。小文感慨道，这种教育方式真的很人性化。台湾的医疗服务也让小文赞不绝口，这里的医生都很有耐心，会仔细询问病情，详细解释病因和治疗方案。最让他惊讶的是，看病不用排长队，而且费用也很合理。记得有一次我感冒去诊所，医生不但细心检查，还主动询问我的工作状况，建议我要适当休息。小文说，这种把病人当亲人的态度真的很温暖。在台湾，小文还发现很多暖心的社会现象，比如公车上经常可以看到年轻人主动让座给老人，超市里有专门的爱心专柜，摆放着即将到期的商品，价格便宜很多，让经济困难的人也能买得起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很多商家都会主动帮助需要的人。小文说，我常去的面包店，每天关门前都会把剩下的面包送给附近的弱势团体。老板说，与其扔掉，不如让需要的人吃饱。台湾人的志愿服务精神也让小文非常敬佩。很多人在工作之余会参与各种志愿服务，比如去养老院陪老人聊天，去孤儿院辅导功课，或者参与环保活动。我公公就经常参加社区的志工活动。小文说，他说退休了要发挥余热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真的很感人。对于女性来说，台湾的职场环境也相对友善，很多公司都有完善的产假制度，而且对职场妈妈都比较包容。小文的同事就有好几个是带着孩子工作的妈妈，公司还特意设立了哺乳室。现在我也怀孕了，公司不但没有歧视，反而很照顾我。小文开心地说，主管经常提醒我不要太劳累，同事们也会帮我分担一些工作。这种温暖的职场氛围真的很难得。说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小文觉得最让他惊喜的还是台湾人待人处事的态度。在这里，人们说话都很温和，很少听到大声喧哗。就算是发生争执，大家也会心平气和地沟通，而不是一言不合就吵起来。在台湾生活的这段时间，我觉得自己的脾气都变好了。小文笑着说，以前在大陆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可能就会发脾气，但是在这里看到大家都那么有修养，我也慢慢学会了用更温和的方式处理问题。台湾的治安状况也让小文感到很安心，晚上一个人走在路上也不会觉得害怕。路人看到女生晚上独行，还会主动保持距离，以免对方感到不安。丢了东西的几率很小，就算不小心遗失了，大多数时候也能原物找回。有一次我在捷运上不小心把钱包掉了，里面还有现金和信用卡。小文说，结果第二天就接到捷运站的电话，说有好心人拾到钱包送过去了，里面的东西一样都没少，这在大陆的大城市里很难想象。让小文特别感动的是台湾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。政府和民间团体会定期举办各种活动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比如独居老人送餐服务、行动不便者的富康巴士、视障按摩师就业辅导等等。我婆婆每个月都会参加老人共餐活动。小文说，社区会请志工煮饭，让老人家聚在一起吃饭聊天，不只是解决温饱问题，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社交的机会，不会觉得孤单。在台湾，小文还发现这里的人特别重视诚信二字，无论是小贩还是大企业，都很注重商业信誉。很多小店都实行自助结账，相信顾客会诚实付钱。我常去的一家文具店，老板有事出去的时候，就会在柜台上放个钱盒，让顾客自己投币找零。小文说，这种信任感真的很可贵，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。谈到两岸差异，
小文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生活态度。台湾社会虽然经济发展速度不如大陆快，但是人们普遍活得更加从容快乐。在大陆的时候，总觉得要拼命赚钱，要买房买车，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。小文感慨道，但是来到台湾才发现，生活可以过得这么简单而幸福。只要每天能跟家人开开心心的吃顿饭，周末可以出去走走，其实就很知足了。现在的小文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。他说，虽然偶尔还是会想家，但是台湾的人情味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他和阿伟的感情也越来越好，两个人正期待着宝宝的到来。其实两岸的差异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。小文说，都是华人社会，都重视亲情友情，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。相信随着交流的增多，两岸一定会互相借鉴，变得更好。作为一名红娘，我特别为小文感到开心。她不但收获了甜蜜的爱情，还在台湾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这让我更加坚定了要为更多两岸青年牵线搭桥的决心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小文的经历能给大家一些启发。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关于两岸婚恋的故事，欢迎继续关注我的频道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